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的栀子。现在成都屋外比屋里暖和，第一次来南方过冬的猫更是冻成了汤圆儿。想想确实是到了贴秋膘的季节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芙蓉鸡片，分子料理的老祖宗，又名龙吟鸡全家。虽然整道菜看不到一点鸡的痕迹，但却是个鸡的全家桶，是用鸡妈妈的骨、鸡爸爸的肉以及鸡蛋还有的血制作而成。你搁这儿复活伏地魔呢？言归正传啊，在北京的时候去八大胡同8大楼之一的翠华楼吃过一次，口感清淡，色泽洁白，香软滑嫩，我操，好吃！但是每一道看似清淡的国宴名菜背后，都有一些复杂到让人崩溃的工序。第一步就是吊高汤，高汤讲究的是无鸡不鲜，无骨不浓，无皮不臭，无鸭不香。大火烧开后转小火，熬到你想起来关火为止。下一步就比较费时了，爽滑的口感背后是刀背几千次的捶打以及刀身反复的碾压，而且这个过程中要剔除所有的筋膜。所以处理一块鸡大胸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如果剔得不够干净，整道菜都会 NG。那么这时候就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不用料理机呢？嗨，工序不在多，而在趁手。料理机我没有，但对象我有啊。你呢？过程虽然繁琐，但非常解压，而且看到最后的成果也会很有成就感。至于后面的步骤嘛，主次加水打搅至肉身发光，温度是适量，要怪你别杠。水多了加肉，肉多了加水，还有3个鸡蛋啊，不要蛋黄。过筛后的肉泥丝滑像这样，4成油温下锅要不慌不忙，热水洗去油腻，绝对不能忘。出水的芙蓉软入温香，好像个肉笼子。做的白盘再浇上高汤，配上蔬菜，颜色会香得一张。因为是给小猫咪吃的，所以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，但隔着屏幕也能闻到肉香。这一顿算是猫生巅峰了吧？那我们吃什么呢？哇塞，这骨头！不过虽然热水洗了好几遍，但这并不是常规的猫饭，尝尝就可以了，可不能贪嘴哦。其实对比了教学视频，依然能看出很大的差距。不死心的我决定再做一次，这次做一个人吃的版本。现在有点舍不得下手了，毕竟做了3次才出的这个效果。哇，完全不用咀嚼，它直接就化了。然后高汤也特别鲜美，这个口感差不多是我在饭店里吃到的7、8成吧。你也别。虽然鸡片里没有气泡了，但依然做不到那么鲜饱。不过对于还在新手村的我来说，应该也算及格了吧？至少老张还是赞不绝口的。好啦，今天又是向美食博主进化的一天，学会了做芙蓉鸡片，过年回家又能露一手了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让我给猫猫做的美食，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，我是栀子。